美国未来的六代机会是什么样都还不知道，但中国大陆六代机已经飞给你看了。美国现在才要立案哦，原型机都没有。那也就是说，中国大陆在六代机这个部分已经遥遥领先美国了。中国大陆的武器发展有一个原则，就是量产一代、研发一代、预研一代，歼20、歼35，现在正在量产。六代机原型机已经出来了，预研一代的意思，也就是说7代机已经立案了，然后等到6代机要出来的时候，其实已经是第8代机，也已经是在预研的阶段了。那你想，美国现在还在图纸，已经被中国大陆甩在后面了。中国大陆已经后面看不到人了，这差太远了。接下来看到的是6代机现在大乱斗，今天要来特别关心到的是中国大陆的歼36加速成型，美国的6代机现在陷入难产，日本也要做6代机，它的这个计划 GCAP 的电战也崛起，东亚空战格局全面改写吗？今天一起来做关心，赶快来看到2025年大陆哦，确实我们看到它的6代机，不管是歼36、歼50是横空出世之后震撼了全球，结果没有想到1年过去，成飞的歼36现在已经冲出了3款的原型机，而且甚至有第3款的这一种原型机的一个试飞画面，现在在网络上面传出来，被解读是研发速度远远的超乎了想象。我们看到军事专家怎么形容，他认为这是大陆2025年的圣诞节大惊喜。那么我们也看到说，这个3架的原型机之间的结构其实有明显的差异，尤其今天要观察到的就是它的第3架的原型机没有了2架，前面2架有了这个叫做空速管的装置。所以要请教厉将军怎么看有关于第3架跟前面2架的差异，还有这个空速管消失代表什么样的意义？歼36会提前成军吗？将军怎么看？这确实这个研发的速度哈，真的是超乎预期之外哈。大家要记得，去年年底的时候，这个歼36才第1次试飞，第1架原型机试飞，到现在为止才不到1年的时间，已经第3架原型机在试飞了哈。那我先说明一下，歼36它现在名称已经取了，在歼10它叫做什么呢？它叫猛龙战机哈，歼20它叫威龙战机。你知道歼36现在取个什么名字吗？叫做很斯文哈，很文艺，叫做文瑶哈，文章的文，瑶它是一个鱼字旁啊，在一个用手摇机的摇的那旁边文瑶，它是取自《山海经》里面哈，鱼生鸟翼的这种神兽哈，叫尧文尧。那为什么这个从以前龙系列改成尧系列呢？哈，我觉得很明显的，它就是从第5代机跃进到第6代机，等于4代的跃进，所以它用一个新的这种尧来代替，那也凸显出中国文化的元素在里面。那第1代机的时候，第一代这个歼36跟第2代差别很明显哈，主要有3个地方有差别。第一个是进气口啊，原来的是倒3角进气口，那它这个进气口第2代的时候将它改成就是无分流超音速的这个进气道哈，那可以增加它的引伸的效能。第2个差别在尾翼那个地方，尾翼原来是直接一个喷口而已，但是第二款原型机哈，它是可以2D，也就是它可以上下改变，可以增加它的机动性。那第3个改变哈，就是它的这种起落架有改变，起落架原来是前后并列的哈，前面那个轮子后面一个并列，改成这个双排并列的。第2代那当然可以增加它弹仓的容量。它试完之后，可能这1代跟第1款跟第2台。大概它各有优缺点，那它研究之后试飞之后，取其这个优点，然后做出来现在第3架。那第3架很明显的最大的一个明显的改变就是取消了空速管。那取消空速管当然是在试飞的时候，你要让飞行员他能够知道飞机的速度，然后来有利于飞行员操控掌握飞机。他现在将它取消，我觉得很快的，它就是要进入量产了，就大概就已经试飞。各项的数据都已经出来，开始要进入量产阶段才是这方面的改变。所以说，这个中国大陆他们这种战机的研发速度你不得不佩服。它1年的时间，这个同一款战机就已经有3种的原型版出现那速度真的是非常的快。好，那另外一方面，美国的6代机则是目前为止看不到太多的新进展。中美之间在第6代战机的研发上，这个接下来会越差越大吗？赖老师怎么看？这个已经是一个不同档次的一个差距了啊。过去大陆的这个先进武器的一个发展是追踪、跟监啊，就跟着你的前面的走。
所以当时美国有 F-22的时候，中国大陆就在研发这个歼20美国在研发这个F-35的时候，中国在研发歼35，类似这样的一种追的一个方式。那所以我们就会发现说，哎，过去我有个老师，你在前面跑，我在后面跟。但是6代战机是划时代的意义。为什么划时代的意义？美国现在才要立案，原型机都没有，对，然后那个图纸都还不清楚，然后就一个这个 PPT 的一个示意图，但是美国未来的6代机会是什么样都还不知道，但中国大陆6代机已经飞给你看了，这代表什么？完全是创新的了。那也就是说，中国大陆在6代机这个部分已经遥遥领先美国了，这是第一步。可是第二个，它又有一个意义，是因为中国大陆的一个武器发展有一个原则，这个原则是铁律。铁律就是量产一代，研发一代，然后预研一代。我们看到现在正在量产这个歼20、歼35，正在量产中，所以它的量产的速度很快。那一般来讲，这个歼20会用20年左右，所以当它在量产歼20的时候，它的预研的就是6代机，目前来讲研发的就是6代机，6代机原型机已经出来了。那预研一代的意思，也就是说7代机已经立案了，已经在研究室里面，这些研究员已经在思考这第7代战机是要一个什么样的形态的一个战机。所以当这个十几20年后，这个歼20这个要结束了。一般来讲，我们看到歼20当时在试飞的时候，大概用了8年、10年的时间，8架原型机在不同的档次试飞。那现在歼20已经在服役了，在量产了，所以6代机很有可能在5、6年左右，它会开始进入量产。然后因为它还要经过各种不同的场域、高原，然后热带很多地方，它都要做试飞，然后在最后要做定型、定装，然后等到6代机要出来的时候，其实已经是第8代机，也已经是在预研的阶段了。那你想，现在美国才是对，美国现在还在图纸，对，那已经被中国大陆甩在后面了。中国大陆已经后面看不到人了，这个差太远了。好，这个是中美之间第6代战机的一个巨大差距。那日本呢也说要做这个6代战机，防卫大臣这个是他特别讲的，说他们这个计划叫做全球空战计划 GCAP。加上英国跟意大利一起来做，锁定是2035年服役，2030年首飞。它配备的东西，带观众朋友稍微了解一下小档案。全新的多功能射频系统，数据量是 F2雷达的1万倍，频宽处理强，不只能够搜索锁定，还能做电站干扰、通信、目标获取，把数据转为战场上面的主要武器。委员怎么看 ？GCAP 如果翻译作全球战斗空间计划。是蛮适合的，因为它本身不是一个战机的名字，它是从以前日本的 FX 所发展出来的，或者 F2 所发展出来的。问题是它这个顶多就是5代半的战机而已，它想要跟中国大陆的歼20比，似乎全球都认为技术上还差那么一点点，这档次差那么一点点啊。那他讲了很多了，他除了刚才讲的他说他的深度逆中不是一般的逆中，可以对雷达、红外线、电磁波进行逆中。我听了都晕倒，哪一个5代战机不是这样子？好不好？深度就深度了哈。然后他用次世代的引擎，推力非常高，然后发电能力非常强。但是怎么算它的飞行最高的音速，大概而已，就是超音速一点点而已，就是不能跟大陆很多战机都快了2倍音速，不太一样好，那有趣的是很多的优点，非常的豪华。也非常的贵，比 F-35还要贵哈。那贵也就算了，反正这是日本、英国、意大利3个国家来的它现在已经被确定有几个很大的缺点，它没有办法应付东风21D 跟东风26饱和攻击，没办法，无法生存力很低，因为它不是它是5代战机逆中的，可是它不是空中的王者，它不是，但是它是空中的指挥官，这2个性质是不一样，因为它的电子设备很多，所以在上面一架飞机可以指挥很多的僚机，
但是自己参与战斗，它的操纵性能就被比下去了，就被大陆歼20比下去了哈。接下来赶快看到，尤其在中东地区这边战事是一触即发了。纳坦雅胡这一回逼川普要点头要开战，伊朗则是飞弹全国已经准备好齐射了。另外一方面，他们又有大陆的武器来做撑腰，当中包括了有歼20吗？红旗9进场，中东战火还压得住吗？今天会一起的来做关心。这是来自于最新消息 ，NBC 美国的媒体透露的。他说，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12月29号的时候已经预估了。他会访问海湖庄园，和美国总统川普他们会一起讨论，接下来他们希望能够再度的对伊朗来发动军事上面的打击，原因就是因为他们认为伊朗从12月22号开始就发起了新一轮的这个弹道飞弹的试射，并且在许多大城市不断的试射飞弹。这当中他们提到的地点包括了有德黑兰、伊斯法罕，还有这些马哈巴德等等的大城市进行飞弹的试射。所以以色列官员这样说，他指控伊斯兰革命卫队可能会有眼转为真正的战争来对以色列发动攻击。以色列宣称的，他说伊朗会由演转战是真的情资，还是他有可能恶人先告状，先发制人的一个铺垫的话术吗？纳坦雅胡他会不会真的成功说服川普先下手为强？成功几率又有多高？苑老师怎么看？我觉得哈，这个我们分时间跟空间来讲啊，先讲这个空间啊，这个海湖庄园 Mar-a-Lago 啊，是川普自己的家，在佛罗里达啊，那有白宫不去。要跑到这个庄园，比如说我跟那个大川，这个大千了哈，我们说有事情的话呢，我有办公室你不谈，要跑到家里去，故意的制造广告。纳坦雅胡自己就告诉人家说，美国最挺以色列的总统跟我之间私人交替，所以他这个空间上来讲，他跑到这里去。他讲到伊朗这边事情的话呢，伊朗有导弹飞过去，老早的事情啊。以色列不是有这个穷那个穷，我们台湾也不是跟以色列要学什么铁穷金穷啊，什么钻石穷一大堆，对不对？啊，那以色列怕什么东西呢？以色列基本上要制造出一个事端啊，就是说呢，伊朗呢，他接下来谈呢，就是伊朗现在利用它的那个浓缩铀的部分已经到达了已经是接近了核能武器，或者说就直接制造核能武器。但是呢，以色列要说服这个川普，我觉得说是以纳坦雅胡的本领要说服川普，应该没有很难的。那川普也会形式上讲说，那我上次帮你炸了地底下地洞，对不对？又搞了什么 B2 轰炸机什么的。那这次的话啊，如果伊朗又犯的话，我再来炸或什么，那以色列一定讲说，来，我自己炸就可以了。但是我觉得这个影响的效果是非常严重的，为什么呢？我今天我看了这个消息，我就在想一件事情。你知道最近啊，这个官邸的长官呢，就是高市早苗的长官里面讲说，日本应该拥有核武器啊，然后呢，日本的确拥有很多浓缩布啊，日本呢有能力有这个做导弹跟这个核武器都有可能。如果以色列要这样子干到伊朗的这个做这个浓缩铀的这个计划的话，那我就不排除中国也有可能会派歼20来炸他们。我就不排除这个可能性。好，另一方面，确实现在中国的角色也变得越来越吃重，因为现在呢，在这一场战争当中，其实现在唯一起来说是不是要阻止这场战争继续的，就是中国大陆。他现在我们来看到站上了联合国，在12月23号这一天是大陆的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他呼吁说双方赶快重启谈判吧，并且他也说了武力解决不了问题，他更是直接就向美国喊了一个重话，他说美国你在这个时候不要再孬了，应该要明确承诺不再对伊朗动武，并且主动跟伊朗恢复谈判。他也呼吁欧洲3国，这些都是比较具体的，停止麦克风外交，拿起实际的行动来降温吧。现在看起来是以色列铁了心要美国一起打伊朗，那中国是不是唯一还在劝和的力量呢？这套和平方案真的能够劝和吗？那西方又听得进去吗？这些问题，孙委员怎么看？对，我想刚才苑老师已经讲得很有道理了嘛。其实从上一次这个美国跟以色列联合打击伊朗的核设施之后，大家都可以看得很清楚，全世界都知道以色列是心不甘情不愿的停火了。哦，那原因很简单，因为对川普来讲，他真的在付不起更大的代价了。如果这场战争在无穷无尽的打下去，他当然认为就见好就收了哦。他对以色列有个交代，也吓阻了伊朗哦。那么，但是以色列没有吃这一套哦，以色列当时就心不甘情不愿，而且不断的扬言说，这个
绝对还要再进行另外一次的打击，这个打击根本事实上没有歼灭掉应该有的这个核设施的这些相关的目标哦。所以从那个时候，以色列就早就想打伊朗，现在只是找理由而已啊。就那个时候他说没歼灭，他就等于是打了川普一巴掌，说你美国没炸到，他又不好意思这样讲哦。那么但是事实上，他心里恐怕认为，其实伊朗的这个浓缩铀根本没有在那一次的被轰炸当中被摧毁掉哦。所以呢，他就开始找各式各样的理由。那找什么理由可以用呢？现在就来了一个最新的理由，说因为在试射弹道飞弹。那到底试射弹道飞弹为什么一定会射到以色列那里去呢？就做恶人做久了哈，就总是觉得好像大家都会来这一招。但事实上，伊朗闲着没事干，干嘛又要射到你那里去呢？伊朗好不容易才跟你美国达成了一个互不侵犯这样的一个默契了，然后伊朗自己在发展自己的经济，发展自己的这个相关的国防，他闲着没事干去打你以色列干嘛啦？就以色列就是平常就侵略人家侵略惯了，然后就天天躺在那边晚上睡不着觉，就怕人家杀过来了因为自己常干这种事。那你说对美国来讲，美国会不会再像上一次这么力挺我是打一个问号。我觉得就像刚才这个苑老师讲的美国可能口头上给他几句鼓励但是你说叫他再派这个B-2轰炸机去轰炸一次，第一那招上次已经玩过了这次不见得会灵了第二，那个伊朗也没有他这个睡在那边贪吃等死啊！伊朗自从上一次被修理过之后，他已经在加强他的防空力量了。谁说中国大陆的红旗9不可能把美国的隐形轰炸机打下来的呢？如果不小心被打下来怎么办？那美国脸就丢大了。所以他出兵的话，他要先想一想，他上次的那一招已经演过一遍了，他这次再演一遍吗？大家都已经知道你的这个航道在哪里了，大家都知道你要用哪个地方用加油机来做加油了，要长程飞行接力的来打击我了。以色列又不是傻子，这个伊朗又不是傻子，他当然做好准备了嘛。那所以我觉得对中国大陆来讲，当然在联合国发言是有其必要的，因为中国大陆在联合国至少代表一个正义的力量。但你说中国大陆来劝和，我觉得很难的原因是因为美国跟以色列就不会买单啊。中国大陆跟以色列两个已经很不 like 了，彼此之间的关系已经不怎么样了那你说中国大陆去劝和，美国跟以色列会买单吗？我觉得很难。但是现在中国大陆在做什么呢？我觉得这就是美国当初一，中国就当15嘛，很简单啊。你美国不断的在台湾增加台湾的这个军事力量，那我中国大陆也想办法卖一点给伊朗，这有什么关系呢？这很公道吧？大家都在做这个军售生意啊，你可以卖，难道我不能卖吗？所以你要卖多少给台湾，我也想办法卖多少给你的敌人，就这么简单嘛。所以你看，不管是以色列，不管是委内瑞拉，都是一样的，他们大幅度的跟伊朗跟这个中国大陆跟俄罗斯去做军事采购，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啊。那么当然，我觉得像刚才这个苑老师讲的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就是说，如果今天真的这么干了，他的确给北京政府一个很好的理由，就是你高市有种就不要来给我搞核子武器，你搞了，反正你美国跟以色列演过一次嘛，对不对？你们演过一次了，那这次换我来，那你也不要在那边啰嗦了。是，确实如说委员说的现在以色列之所以这么怕伊朗，也是担心他随时打过来，就是因为现在以色列看到伊朗整体呢在军事上面，尤其是军力上面的变化，已经远远超过当时记得吗？今年6月他们双方打的这个以12日战争的水准了。那我们来看到伊朗最近有什么样比较具体的军力上面的变化？首先他这边根据了解，已经可以产出年产量3000枚弹道飞弹的能力了，并且开始系统性的做这种空中战力的升级。那武器他们从2个国家来买入，刚委员帮我们提到的，除了中国大陆的武器之外，其实还有俄罗斯的武器。先来看从中国买了哪一些武器，画面上 CG 我们看到3个，第一个歼20，第二个红旗9，最后是歼14的雷达。下面我们来看到俄罗斯，则是这个伊朗跟俄罗斯买的武器2款 S400防空系统，还有它的苏35的战机等等。那所以中俄现在援助伊朗战力提升非常的快，是因此让纳坦雅胡紧张了，坐不住了吗？所以他这时候要先出手。哪一款武器现在看起来是以色列最担心、最害怕的？干哥怎么看？其实刚才大千讲的完全正确。伊朗再射飞弹的可能性，国际观察家预估50%以下，50%已经是非常非常的宽裕的形容词，因为现在可能性很低啦。那为什么有人就跳出来说没有？我告诉你，就算有10%的话，我们也应该要先采取手段。那个人叫做尼坦雅胡，他就说：“我告诉你，只要有10%的话，都会很惊人的。为什么？因为大家已经知道，
这从6月到现在已经补足了3000枚飞弹了，是真的。是真的。好，观众朋友，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就军火上面来做一个中美之间的比拼。今天做一个比较深入的分析，这一回美国是真的怕了吗？解放军它的100枚洲际飞弹已经就位了，今天会来特别关心，包括了东风31AG 的核王牌亮剑，另外也会关心2027台海冲突击溃美军吗？今天就这些议题会一起来做一个深度的分析。各位观众，这不是解放军自己喊话，而是特别来自于路透社引述五角大厦他自己内部评估报告草案，承认目前中国大陆用全球最快的速度已经补完核威慑体系的最后一块拼图了。什么意思呢？白纸黑字，我们看到上面是怎么样写的。这边特别提到了路透社说呢，已经新部署了在蒙古边境的3个基地，这边部署了超过100枚的新式东风31型的洲际弹道飞弹。那么东风31它又另外具备的这个称号叫做解放军的核武王牌，它的一些基本小档案带观众朋友快速的来看一下。射程现在是达到了12000公里左右，是覆盖可以达到美国的全境的，具有核威慑的能力，可以携带多枚分导核弹头，弹道可以进行不管是曲线或者是蛇形的机动，而且末端还可以变轨。重点是它的速度也非常的快，高达20到30马赫。节目一开始要特别请教舰长怎么看了超过100枚的洲际弹道飞弹的部署位置，为什么会选在蒙古边境的这个地区？这是专门为美国量身打造的一个核威慑、核攻击吗？接下来从东风31AG 的性能来看，美国有办法坐在空中的拦阻吗？舰长怎么看？假如我们国家拥有一个能够把整个国家给摧毁的那种核弹，这个一爆炸就会把整个国家摧毁的，你会放在哪里？你第一个会想的就是说，我要放在一个人很少的地方。哇，我摆在北京那还得了？他出事怎么办？我如果摆在北京，敌人要反制他，是不是第一个朝北京打？那还没打到他北京那里都被打死了，所以我一定要找到一个很偏僻的地方。第二个，你一个核弹在这里，不管怎么样装，怎么样弄，你知道它都有一些可能意外状况发生的。你别以为都很安全，你也要想到意外，所以你永远要把它往人口最少的地方摆。那这个人口最少的地方就是在整个大陆你去看啊，就是蒙古。为什么？蒙古的土地是台湾的33倍大，人口是跟我们差不多的。那你说，哎，你只有33倍，你别忘了台湾有80%的是大概中央山脉，所以台湾人口非常密集在边缘，但人口它几乎都是沙漠、草原，这是一个。而且你看它这3个，它有3个基地在那里，不是沙漠就是草原，那就牵扯到第二个。你这个基地要建在哪里啊？你绝对不能建一个就是说很复杂的地形，好比说建在西藏，那里高度3000公尺、4000公尺，那工人光是缺氧就死掉了。所以你在那里要一个平地是最理想的，沙漠、草原都是最理想的。那在那里你也可以建很多的，因为空旷嘛，你就可以建很多的诱饵井。好比说这里面有300个井，那我问你哪几个是真的装了，哪几个是假的？你能够确定吗？所以他在那里还可以挖底下的是四通八达的，哪里有哪里没有，他也可能会知道的。还有第3个你要考量的就是它的战略纵深。如果你摆在沿海，好比说这个山东这里，我先不要管人多人少，我就算山东那里有一个地方，好比说这个广东那里有个地方人很少，你贴在海，人家海边就可以攻击你。对，所以我希望要有一个纵深，我就尽量往里拉。那你从岸边打我嘛，你一定要。这个导弹这样打过来，我很远就看到你过来了，所以我会有很长的反应时间，这就叫战略纵深。所以你去看到它所有摆的地方，经过所有的考虑之后，内蒙古的西侧靠近新疆这里啊，那是最理想的地方。至于你说这些东西摆是不是针对美国，当然是针对美国。你不要忘了摆在那里，它那里还蛮靠近苏俄的，但是苏俄会不会怕？这东西一打就哇，飞了好久才飞到的。所以。跟苏俄无关，所以对苏俄有没有一点刺激性有，但是是很低的。重点还是看飞到那么远，还是针对美国。最后一个就是，它的速度终端速度可以到20到30马赫哦，就是说所有的导弹它最后的速度多快啊，跟它打多远是息息相关的。我今天如果说一个导弹打到太空落下来是一个近程的，好比说是3000公里，
它落下来的速度可能是6马赫、8马赫，因为它就是一个弹道嘛，这个抛物线的。那我如果打到美国12000、15000公里，我天哪，打这么高，然后在这么高的一点一路落下来，落到最后是20-30马赫，20-30马赫的导弹哦，因为它弹头太热了，它会产生一个叫等离子云。什么叫等离子云？就是它这个结构上都是一个一个叫做原子壳，外面有电子，因为太热，那个电子会跑掉，我说变成游离，它就叫等离子云。一旦造成了等离子云，就是这个物理上的叫做黑障，所有的电磁波你都通不过它，是这个时候就你用雷达去看不到它，那你看不到它，你怎么可能打到它？你还要去导引，但是它有一个东西，因为它很热，所以如果你用红外线的镜头去看它，是可能可以看得到的。但是红外线的镜头它有不同的波段，某一个波段可以看到很模糊的这个热点这样子过来，它可以大概这样子去追踪它，这是唯一有可能克服它的。但是即使如此，一个100公里高度的导弹掉下来，如果是以20马赫，我不要30，20马赫它打到地面时间是15秒，你怎么去防它？是，你根本反应都来不及。所以最后完毕之后，就说你想要去防这一型的导弹这样子，越打这个上万公里的，那是在实际的物理上有很多的极限，它是非常困难的。好，这个是美军之所以要担心的部分，这是高达20到30马赫的东风31AG，但是这个还只是美军他知道的，这背后解放军现在说还有底牌，根本就还没有翻完。我们接下来要看到另外2款飞弹，第一个是东风41，第二个是今年在93阅兵，大家还记得吗？亮相的这个东风61。我们先来看到 CG 哦，东风41它的射程是15000公里，可以携带10到12枚的分导式弹头，最高速度26马赫。又更高了。好，就另外就是在93阅兵亮相的这个东风61了，它的射程更是超过了2万公里，具有3级固体燃料，15到20分钟可以完成发射，达到数百枚的诱饵弹跟电子干扰装置等等。好，我们把这个东风41加上东风61加上近期曝光的这个御空级1000，美军有办法预测未来大陆会怎么样做合作战吗？以现在美国看到的只是中国大陆淘汰后的版本吗？代表背后还有更多的武器还没秀出来吗？上志哥怎么看？最近不知道怎么搞的，这全世界都在讨论中国大陆的这个有关于这个核弹能力，而且这里头也开始回溯起去年2024年9月的时候，中国大陆发射试射的这个东风31AG 的那次导弹。我想去年9月发射之后很奇怪，包括美国全世界都静悄悄的，仿佛也不做评论，也不做任何的，然后折腾了这么久，已经将近快1年后，才开始最近这么大爆发的讨论。当我们知道，对于中国大陆的军备或包括他们的攻击，刚刚一个是武射，一个部分是防御，军备或者是军力的各种武器，中国自己从来没有自己的公布详细的盘点给大家听。我们现在所掌握的一切，包括它的核弹相关的，以及它的这个所谓的弹道飞弹。核弹头或弹道飞弹本身都是海外，尤其以美国方面为主的这样子的这些点评。那么最近在讨论，直接在讨论中国的核能力、核打击力。我想这个部分还是在所谓的中美的大国现在 G2 的政治、外交、经贸各方面的氛围当中，仿佛要一起合作。美国有点退让，可是，在军事方面感觉起来还是施加压力。军事方面还是要凸显中国威胁论这个部分主张，在整个美国的军事思路里头，并没有受到国际外交、经贸这个东西或关税有任何的部分的影响。所以这个是我们最近听到的，我认为很重要的原因。而且，之所以把中国威胁讲得这么厉害，直指他们的核能力。当然就要拉抬自己，知道最近其实美军方面要预算，要有很多的军事，从战略战术到真正的最新武器的开发，都需要钱哈。威胁讲得很大，他们要很多的钱。当然我们可以看了，最近来讲都可以看到，所有在盘点以中国跟美国的军事对阵，陆海空火箭各方面来讲都有各自的对阵，但是蛮有意思的，现在就在盘点中国的核武器这件事情。核武器这件事情的部分，那确实还是比较微妙。当然，我们知道核武器的概念一定要了解，首先是核弹头。我们讲去年9月东风的这个东风3，它可以带4到6个弹头。
所以目前弹头都知道美国还是遥遥领先的。只不过今年有关于瑞典一个智库的最新统计，在今年年中的时候，认为美国部分手上大概是5100多枚，那么有人说俄罗斯3000多枚，也有人说俄罗斯5400多枚更多。那这个部分大家掌握的数字，但中国当然现在公认大概600枚，只不过中国成长最快，每年可以生产出100多枚，而且这是保守的估计。那在这个数量当中，我们必须要了解，还有很高的比重，就是现在很关键的，可是中国的弹道导弹能力，东风系列这一些。恐怕还是对美国有很大的影响，因为我们知道，在过去来讲可能还没有看到，但是现在都已经在，特别是今年93的阅兵之后，看到公布的以及大家盘点到的所有的这些具有核打击能力的部分，中国大陆有些不一样。首先，过去是弹道他们的部分的攻击的弹道会改变，这就可以突破过去美国对于防止核弹传统的防御性，它可以打破哈。此外的话，现在部分中国大陆核导弹可以飞到外太空，再来打击多弹头的打击。那么中国还有另外，它有缩小性的、机动移动性的，以及甚至可以挂在滑翔系统，而不是传统过去飞机发射的这样子的系统。所以这些新的战术发射核弹的方法，对于美国来说，就得要全面的部分来面对。但我们知道，其实在这个过程里头，目前中国大陆究竟有关于东风飞弹到底发展到哪一个部分的程度，其实都知道。现在看到的不可能是现在是最厉害的，下一代、下一代研发，对于中国武器研发来说，早就是这样子。所以，美国如果要真正掌握，恐怕要花一些时间。好，这边是五角大厦特别透露有关于中国大陆的威胁论哦，不管是核打击能力，或者是针对这些极音速飞弹等等。那另外一方面，其实呢，这一次五角大厦它在这一份文件里面也释出了一个比较具体的时间，它把时间点就定在2027年。它抛出了一句话，也震撼了全球。他说，中国大陆预计在2027年底就具备了在台海冲突当中可以开战，再加上取胜的能力。重点是，他还说了。大陆具备对1500到2000海里外的目标发动大规模打击的能力。这样子的一个距离，其实已经是可以打到不管是美国的关岛第2岛链，甚至是美军的前进基地体系了。这一份报告。是有高估吗？还是低估？介大使怎么看？那刚刚说的1500到2000海里的打击能力，只是对美军的一个干扰，还是说它已经可以构成致命的打击能力？大使怎么看？因为美国的这个五角大厦报告里面，它用的打击能力啊，它还加了3个字，叫大规模打击能力。所以这个就不可小觑哈。如果说是印度的飞弹我可以打到你，可是我的飞弹很小啊，对不对？我是轻型飞弹啊，那这个就不是造成大规模打击能力。事实上，你的炮弹跟飞弹跟炮弹一样，它装载的弹头蛮重要的，对。那你的弹头是多少吨啊？那或者它的这个破坏力有多少，也是很重要。还有你弹头的数目。那这个大规模打击能力，我觉得对美军来讲的话，用到大规模哈，我想就是可以产生一个怎么样，一个区域剧组的能力。我想中国大陆现在发展这么大的一个打击的远距的打击能力哈，主要是要拒敌于境外嘛，然后呢，要把一个地方完全封锁，可在这个区域里面呢，它完全进行这个外科手术的这种军事能力。可是第一个要让这个外军没有办法进来。那现在美国讲这个国务院讲的这个这个五大大厦讲的是，我们算1500到2000海里啊，算公里大概就是2800公里到3700公里。其实这个是属于中程导弹的一个范围。那这个算距离的话，那关岛啊，这个是在第2岛链跟第3岛链之间。因为关岛距离中国大陆大概陆基的这个陆地的距离大概是2500公里，所以这个从2800公里算起，其实就是从关岛到再往第3岛链去延伸。所以呢，事实上的话，中国大陆对第2岛链可以完全拒止。那么它如果说把它的拒止链再往前面推，可以推到3700公里的话，那就是第2岛链跟第3岛链之间了。所以美国，我想他也会他会评估他的那个战力跟他这个因应的战术跟战略啦。那这里面中国大陆打击能力，其实我们不需要很明确指出哪一些载区，我们就可以很清楚。比如说啊，你055大区，
你停到第一岛链，好不好？那你上面的很多武器，事实上，你比如说是有这个鹰击21，这是舰对舰的啊，那基本上它就可以打到1500到2000公里了。所以这一类武器它就可以产生距离。另外，它的整个航母它可以放到这个第一岛链跟第二岛链之间，或者接近第二岛链。那航母的战斗范围的话，那有时候是起码1000公里以上吧。它不要说它的这个舰载机了，它放护卫舰，它上面的这些垂发所有的这种远距离攻击武器，那更不要说中国大陆还有陆基的，陆基的东风这各型的导弹要打到说3700公里也是轻而易举。所以中国大陆对这种区域进行拒止，它除了它自己的海面部队、水面部队、水下部队，还有陆基的导弹，另外它还有这些轰炸机，还有这种比较远程的可以做这个空中加油的这种重型战斗机啊，或者这种攻击的这种空中的武力。所以美国的这个战略的这个报告不是空穴来风，确实是中国大陆具备这样子的能力。接下来我们要来看到的是以伊，难道又要开战了吗？这回以色列联手川普，会不会以色列先来做开火呢？中国大陆帮助伊朗，则是另外一方面传出年产能达到了3000枚的飞弹，让以色列非常的紧张，担心自己的铁穹末日来临了吗？今天就这些议题会一起的来做关心。这是来自于美国媒体特别做的最新披露，他们说了，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正在准备，接下来要跟川普讨论了是否再度的对伊朗来开火。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因为以色列掌握到的情资说，伊朗的弹道飞弹年产量可能一口气攀升到3000枚左右。这一回可以说是吓坏了以色列。之所以这么紧张，就是因为大家还记得吗？在节目上我们聊过，在今年的6月份的时候，当时不是发生了这一场以伊12日战争吗？被称为是矛与盾的对决。伊朗当时发动了这一场饱和的攻击，出动它的包括了飞弹跟无人机，打爆了以色列的铁穹。现在以色列担心了，如果它真的能够做到年产能达到3000枚的这个弹道飞弹的话，是否就像是悬在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铁穹可能再度的被打爆？所以以色列这一回他就想说，那干脆我先动手吧。节目一开始要特别请教委员怎么看了？以色列他说的伊朗可以年产量3000枚的飞弹是真实军情，还是一种可以对他做这种军事动作扑火的政治借口呢？如果他真的是如媒体报道可以达到3000枚的话，产量，那是否以色列还守得住吗？委员怎么看？上次以色列跟伊朗不是发生一个武力冲突，然后伊朗发射多少导弹攻击以色列？591枚。就如果他现在有3000枚，对，你说以色列一定是坐立难安。对，那对这两个国家的矛盾实在是很值得探讨。怎么说呢？在巴勒维王朝时代，就是在1970几年，这个伊朗发生伊斯兰革命的之前，中东地区两个最好的国家就是以色列跟伊朗。尽管以色列打了什么6次中东战争啦，伊朗都没有参加，而且伊朗还支持以色列，他们好得不得了。那什么时候翻脸成仇啦？是伊斯兰革命。伊斯兰革命这个对于他们这些新的伊斯兰教掌权的人建立一个宗教国家，他们认为以色列是美国的代理人，就是为了要来消灭伊斯兰国家。那在以前伊朗的认知是，我是伊朗人，我不是阿拉伯人，阿拉伯人他跟以色列怎么打跟我无关，而且他们还认为我们是伊斯兰人跟伊斯兰教跟以色列犹太教我们同源。所以有这么一个认知，它基本上平和。自从革命以后就不一样，那伊朗就支持了很多的阿拉伯人起来对抗以色列，那这个跟以色列仇就越结越大。那有一段时间，伊朗企图发展核子武器，所以搞了核电厂，以色列要去炸它的核电厂，那仇恨越结就越深，越结越深。可是，在巴勒维时代巴勒维伊朗的军队国防军是以色列帮忙训练出来的。
所以现在啊，伊朗的伊斯兰政权对伊朗的国防军是很不放心的。他现在的导弹全部是革命卫队在控制的，跟伊朗国防军是没有关系的。包括无人机，包括导弹都是。但偏偏啊，这个革命卫队又是全世界最大的贪腐集团。然后所以形成一种很特殊的经济啊、政治啊、武力啊的一个软体。现在它号称有3000枚，有没有那么多我不晓得。那但是它恢复到500枚以上没有问题啊。没有。那对伊朗的生产能力啊，以色列就可能会采取行动。然后采取行动一定要美国同意啊。美国会不会同意啊？当然会同意啊。对啊，如果你有能力把它铲除一样啊，美国为什么不同意呢？搞不好美国还帮你守啊，提供适当的炸弹等等。所以这个伊朗跟以色列的这个以伊战争啊，这个是随时可能发生的。它就像一个永远治不好的香港脚啊，就偶尔打一下，偶尔抓一下，偶尔抓一下。那你说会不会爆发大型战争？又不会。所以都是空战。那所以以色列要准备被伊朗的导弹揍一顿啊，伊朗也要准备被以色列的空军揍一顿。因为空气携带的炸弹毕竟是比你导弹还要厉害。为什么？因为它爆炸量比较大。那你的导弹呢，因为打太远了，所以你的爆炸量是有限的哈。所以你要靠很多导弹才有办法达到那个效果。可是你没有防空能力，等到以色列的空军来啊，在那个炸弹又便宜，随便他丢，对不对？所以这个问题没有人能够解决啦。而且中国、俄罗斯也帮不上伊朗的忙啊。伊朗内部又是一个很投机的，以前中国帮他忙还被他咬一口，什么事都发生过了，所以他只能是自力救济吧。好，以伊战事现在看起来仍然是一触即发。那这当中除了这个以色列担心的部分，就是它飞弹的发展，他们还怀疑是不是背后有人在协助伊朗，那就是中国大陆。他们现在把矛头指向中国大陆。他说呢，这个中国大陆协助伊朗造这个飞弹之外，还有提供卖给他武器。第一个有2个证据，美国的媒体说的。第一个，美国说呢，他的11月份，美军的特战小组当时在印度洋的时候，直接登上了一艘是中国大陆的船舶，扣押了军民两用的关键物资，所以他们就是要打死伊朗的军火重建。第二件事情是9月底的时候，美国国会爆料，中国多次的向伊朗运送它的飞弹推进剂关键原料，这个叫做高氯酸钠。好，这个是在飞弹上面协助伊朗。另一方面，他们也说呢，这个中国大陆还有卖跟这个伊朗呢协助他武器的部件，包括给他红旗9B 的防空系统，还有歼10C 跟歼20等的装备都有可能会给伊朗。那主要就是用石油来做交换。杨老师又怎么看？全世界现在只有美国在制裁伊朗啊，别的国家没有在制裁伊朗啊。因为伊朗自从在奥巴马时期跟西方，包含俄罗斯、中国大陆签署了核协定之后呢，其实所有的国家都解除对它的制裁了。后来川普一上来之后，又退出这个核协定，可是欧盟、中国都没有退出啊。那但是川普一的时候呢，就针对他们自己的国内法常备管辖，说华为的孟晚舟在香港的企业有跟伊朗做生意，中间有夹有美国技术的这些零组件卖给伊朗，也因此呢，就要求加拿大软禁他1000多天。这个是你美国在制裁伊朗，你美国去打伊朗的所谓的核设施，也没有明确的这个证据，然后美国的政府的情报单位自己显示，其实根本没什么效果。也就是说，伊朗的核计划现在虽然近期有受到 IAEA 就国际原子能总署的一些指控，可是并没有明确的证据指出它在发展核武器。它最多其实是在浓缩铀的层面，而且是在这过程当中很清楚嘛。那是因为跟以色列跟美国之间的这种战争，然后呢飞弹整个过程当中它的一种自保一种战略。那但是很明确，它目前没有核武器，没有别的国家，也没有联合国下令制裁伊朗。为什么我们不能跟伊朗做生意？当然，你说军民两用的东西，这里面是要管制，但是它这个所谓的高氯酸钠，它是做火药，那但是也可以做飞弹。这些层面，你美国要去拦阻，依照你自己美国的法律，你就牵扯到就是你跟这些
比如说跟中国大陆在这个问题上就产生冲突，但中国大陆它也没有内部的法律可以去禁止中国大陆自己的民间企业去接伊朗的这个商业的订单呢？那只要通过它大陆出口的军民管制的这些措施，那都是合法的。所以美国自己常备管辖在做这个东西，然后呢拿这个东西来去指控别的国家，好像在帮助邪恶轴心。其实只有美国自己啊，在联合国通过一个决议，大会通过一个决议，哦，153个国家支持，6个国家放弃，包含以色列，什么决议？要求要保护在加沙地区的联合国的救难人员，结果只有美国反对。是美国站在全世界在加沙问题上的另外一边呢，是美国在帮助以色列去轰炸伊朗。如果从这个角度，美国自己违反就是联合国的宪章，用武力攻击别的国家耶，你没有办法证明他有核武，那现在别的国家跟他做正常的贸易关系，你来去阻止，所以这个东西啊，我们在舆论上一定要很清楚的了解。美国当然可以说了，伊朗想要去发展核武，所以呢，别的国家你现在有点在帮助他。你透过民间，那因此我要拦阻你，可以啊，你就这么做。但是呢，你就变成是跟别的国家站在对立面，因为到目前为止没有证明他有发展核武，而且事实上他也没有核武。对。那别的国家到现在为止，包含联合国，也都说他没有。对。所以我觉得美国真的是在自圆其说他自己的常备管辖。确实哦，所以现在伊朗在美国跟以色列的这个威胁之下，它持续的加强它的空防，补齐它的战力。那刚刚提到了嘛，除了跟中国大陆买它的红旗9B 之外，另外2个还是在评估当中的，就是它的歼10C 跟歼20了。这一整套我们刚刚提到的3款武器，过去更是在这个印巴空战中击败过这个法国的标风战机。所以如果伊朗真的能够完成这些武器相关的部署，当然也要看中国大陆愿不愿意买啦。那以色列还会有优势吗？吕舰长又怎么看？当我们每一次都用显微镜甚至电子显微镜在看伊朗的时候，我们是用什么样的角度来观察以色列呢？我们都用望远镜啊，也就是看不清楚也没什么关系。每一次出现这个问题的时候，是不是都是当中东已经获得一定的和平，以色列应该要恢复到正常内阁要重新改选的时候，纳坦雅胡这时候就来了。但是呢，我相信现在对于川普来讲，他一定是很困扰的。为什么？因为如果我们看到他刚刚发布的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的时候，他特别有讲到中东这一个部分了。